我的妻子很可爱，但她实在太不像人了。国庆聚会，那几个大学的好哥们可算聚到一起了。来，嘿呀，男人一喝高就爱聊女人，这可是个不变的真理呢。我那可爱的妻子呀，此刻正在厨房切洋葱呢。她呀，那叫一个知情识趣，可爱的很呐。除了上菜，她几乎不打扰我们聊天，也不在意我们吹那些荤段子。上菜间隙还细心的递上餐巾纸和饮料，这一点可把其他兄弟给折服了，大家纷纷直夸呢。嫂子，这洋葱切的也太精准了。做人工智能领域的 Aaron 用筷子夹起几片，仔细端详着，不愧是海归理工科男，就爱盯着这些细节。我们才不理会他呢，纷纷打趣赵总又娶了个95后的小娇妻。这老牛吃嫩草的事儿可真够热闹的，误差肯定没1毫米。Aaron 还在那震惊呢，我们都觉得他快喝得断片了。嫂子这刀工真不是吹的。Aaron 见没人理他，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打个哈哈就起身说要去上厕所。我妻子刚好送上一道小菜，热情地给他指了路。谢谢嫂子，我属我自己能规划寻路最优路线。Aaron 说话都有点绕口令了。我给你个最优解路线建议 ，This way。妻子简单示意一下 ，Aaron 就去了。哈哈，嫂子真可爱。我们家那个听到别人这样说话，非得骂人家神经不可，嫂子却应答得那么得体。老张羡慕的给我敬酒，兄弟们一起碰了一杯。我瞧了一眼妻子，她正看着我呢，微微歪着头，露出一个可爱的迷人的笑容。那模样，印象中一直都是这样呢。Aaron 好久都没回来，我们聊得正欢呢，等反应过来，已经讲了7、8个荤段子了。我怕他在卫生间喝醉了出事，赶紧去找他。这小子愣愣地对着洗手间的镜子发呆呢。哥们，没事吧？要不要去喝点醒酒汤啊？没事，我就是有点醉了，摄入太多信息不是酒精。回去吧。那天晚上宾主尽欢，除了 Aaron， 他从厕所回来就不说话了，我们都以为他是不胜酒力，没多想，朋友们纷纷离开，我们夫妻站在门口送别，大家都喝得有点晕乎乎的。半小时后，我收到了 Aaron 的小号发来的一条消息，他的小号就加了几个死党，还拉了个私密群，经常说些你懂的话题呢。人生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命令行。Aaron， 我靠，这家伙真醉了，酒后写 Z 代码呢。这是哪家会所的暗号啊？老赵，醒醒，我们是碳基生命不说了，我去陪我的纸片人老婆了。小林，世界就是个魅影循环，我们就是无足轻重的变量。老崔随着一阵嬉笑打闹，赵总发了个红包说感谢我们款待，好久没这么开心了。老崔开始发段子和色图，他平时挺闷的一个人，在群里却骚气的不像话。而小林开始炫耀自己最近10连抽的战果，带光带闪带时装的新款纸片人老婆。我们都没注意到 Aaron 发了那句话之后就再也没说话了，后面的事情谁也没想到。3天后我们失去了 Aaron 是在一次夜跑中突发心梗离开的。他一直是我们当中身体最好的那个呢，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以后清明都得他带着一堆纸片美女和电玩来烧给我们。葬礼上我们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呐。我回家了，坐到我们聚会的餐桌旁，对面就是 Aaron 曾经坐过的位置，我忍不住就流泪了。妻子给我泡了一杯茶，拍了拍我的肩膀，准备起身离开，让我安静会儿。我叫住了他，陪我下一盘棋。他不会围棋啊，可我的眼神一定很悲伤。他点了点头。我简单给他讲了下规则，他点头表示可以开始了。他真的很聪明呢，学东西可快了，大概50手吧，我就放弃了，差距太大了。下着没啥意思，我可是业余3段呢，怎么能欺负一个新手呢？妻子笑了笑，不好意思，我还是不太会。这2天我翻翻你的数学易学，我摇摇头。他虽然善解人意，但我不会逼迫别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呀。更何况夏元一直都是个率性洒脱、敢作敢为的人呢。这些年来他活得太不像年少时了，好像处处都听我的，以我的意愿为先。有时候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好的完全包容我的一切坏脾气，满足我的所有要求。我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把冷水浇在自己脸上。我得冷静冷静了。水珠从脸上滑落，镜子里的我看起来憔悴又苍白，不像个活人呢。忽然我看到了一行字迹在镜面上 ：We are all AI。Aaron 的公司听说很快就能拿到 B 轮了，现金流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呢。他的产品现在国外那可是相当不错呢。他个人也没啥绯闻，他单身，没有不良嗜好，深居简出，身体也一直很好，年初才回国，为人低调又温和。国内除了我们这些老朋友，没什么熟人，更别提什么仇家了。我们都是 AI， 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已经很普及了，但也没取代人类啊。他为什么说我们是人工智能呢？那句人生毫无意义，我们都只是命令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了一整晚，一点头绪都没有呢。杂乱的情绪就像一团阴云一样积攒在心头。几天后，我打了个电话约了那天吃饭的几个哥们到我们常去的一个咖啡店聚会。我把我的观点抛出来了，观察着他们的脸色，小林和老赵都觉得我太阴谋论了，他们都露出那种你太累太悲伤，所以有点不正常的怜悯眼神呢。老崔心思深啊，他没有直接表达观点，但他点了点头，似乎认同我的观点呢。他等老赵和小林走了之后，坐到了我旁边。我也觉得蹊跷，其实只是他俩没兴趣管这件事，我也就没当面提。Aaron 太不正常了。我沉吟着走去，你家这个点嫂子在吗？他应该出门去健身了，会顺路买菜，不会太快回家。老崔抬手看了下表，我们抓紧时间。我心领神会，站起来买了蛋。老崔来到我家，那洗手间镜子上的那句话已经不见了呢。
估计是我妻子做卫生的时候顺手给擦掉了，下缘可是有那么一丢丢洁癖呢。幸好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把手机递给老崔，老崔给了我一个赞许的眼神，接过手机，然后把屏幕放大，仔细的观看起来，像是用肥皂写的这字迹。虽说看着像是 Aaron 的字迹吧，但他写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崩溃呢。老崔说的没错啊，那字迹就像是用肥皂涂上去的，潦草又粗放，仿佛是他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呢。老崔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还让我再找我老婆下盘围棋呢。我隐隐约约的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不起啊，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围棋，不过呢，我最近心情特别烦躁，能不能请你再陪我下一盘呀？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对买菜回来的夏元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怎么会拒绝呢？来吧。他利索的把菜收拾好起来。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一样，瞬间照亮了我的脑海。是啊，结婚都10年了，妻子好像从来都没有拒绝过我呢。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啊。我偶尔提的那些要求，有时候可真是无理取闹呢。可我真的记不起来他曾经拒绝过、抱怨过我或者发过脾气呢。他为什么婚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呢？那个恋爱时敢爱敢恨、率性而为、从不掩饰自己的夏元去哪儿了？那个面对父母反对倔强的说我喜欢的就是我要的，你们别想改变我的女孩去哪儿了？那个批评我不应该加班，而应该多陪陪女朋友，让自己感情生活更融洽的女孩去哪儿了？忽然我想起妈妈说过的话，你老婆脾气真好啊，简直可以说是完美，也很可爱呢。不过我从来没见过她生气呢。你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吗？他的父母也说过，小时候脾气可大了呢，读书的时候也让人头疼，选专业什么的完全不让我们插手选对象，也是他说了算。怎么结婚了，性格就变得这么完美了？你们还真是一对妻子，一直都没有要小孩，我们也没着急。毕竟我们本来就想做丁克，所以比较随缘了。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想要小孩的，还是有那么一丢丢遗憾呢。妻子这些年没上班，倒不是她有社交恐惧症，而是她每份工作都做得太出色、太超标了，结果引起了同事的恐慌。每次都被一群人针对，最后被辞退了。听说他以前实习的时候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毫不退缩的对回去呢。他毕竟也是夏家的千金大小姐，父母早就给他安排好一切了，他完全可以不用上班的。婚后的他好像变得恬静了许多呢，从来都不喜欢争论，也懒得去辩解。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一个人证明一群人是傻叉的时候，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让你看起来像个傻叉。我说不喜欢就别去了，我养你，他就说好的，然后又露出了那样可爱的笑容。我狠了狠心，冷冰冰的说，我忽然不想下棋了，好的。他立刻转身把棋盘收了起来，没有一丝抱怨，也没有半点惊讶。我又想下棋了，快点！我拼命装出恶声恶气的样子，内心却特别恐慌。我拼命的祈求他能流露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他笑着摆好棋盘，打开了棋罐，拈起一枚黑子那种手势，那行云流水的动作，让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我输了，我紧紧的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的，最近的那些疑云，还有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一股脑的涌上心头，让我有些崩溃了。我索性就放开了，哭，你这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呀，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呀。妻子依然微笑着回答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包容我？为什么要这么顺着我？就像完全服从指令的机器人一样。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呀，因为我爱你呀。妻子认真的回答道，你不是人对不对？你是 AI 吧？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真正的圆圆去哪儿了？我哭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他温柔的拿纸巾给我擦掉。哟，这可不是个指令哦，你想听什么呀？他居然还在跟我开玩笑呢，我几乎要崩溃了。我把 Aaron 的话，我的猜测，妻子不正常的齐力暴涨。他几乎没有负面情绪，工作做得好的过分，还有那精准到夸张的刀法，统统都跟他讲了，1五1十的和盘托出。我的讲述杂乱无章，毫无章法可言。但我知道他听懂了，因为他露出了一种了然一切的表情。我想要知道真相，我累了坐了下来，想要知道真相，并且愿意承担后果。可以。妻子微笑着，语气中满是宠溺。我犹豫了一下，后果是什么？不可预测，可能会像 Aaron 一样无法承受精神压力而崩溃，可能我会离开你，也有可能你该吃吃该喝喝，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那我换个问法吧，你是 AI 吗？是也不是。亲爱的，我们不是在玩海龟汤游戏呢。我是很严肃的，我哭笑不得。我的回答也是很认真的。他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这可是他对我习惯性的亲密动作呢。那我呢？我是 AI 吗？我哽咽着问道。是。那我眼前熟悉的一切，你、我们的家，熟悉的家人朋友、城市，是不是仅仅是我能感知到的范围里面？你或者你背后什么势力造出来的呢？我就像是楚门一样。他张开双臂拥抱了我，静静的。过了片刻他才说，是的，告诉我真相。我喃喃地说道。人类真的很奇怪呢，有时候可以在温柔乡中安然入睡，有时候却会为了一个真相而拼尽一切。我一定是小时候柯南看多了。柯南是 AI 吗？或者创造他的人是 AI 吗？大部分人类都毁于2个国家的领土之争引发的核战争呢。一开始大家还都有所克制，后来他们开始炸人用电缆、炸大桥、炸核电站，再后来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最后战争终于漫长的核冬天过去了，人类仅仅剩下了1/10，残余的人类集中所有的资源，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合成食物，并且积极准备远航。我们这支队伍就是远航者飞船中的一艘，代号叫做量子玫瑰。比起很多已经陨落的前辈们，
我们算是很幸运的了，我们到达了火星基地，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在冬眠舱中等待下一批飞船的时候，火星基地遭遇了一次袭击。我的妻子就是袭击者的一员呢。袭击的理由是不会再有后续的飞船了，资源只能够支撑有限的人。在冰冷的算法下，冬眠舱里的人都被算作了多余的人。他们被输入了一段循环指令后，冬眠舱的功能就被切断了。而这段命令行就是让他们以个体意识认知到自己继续平静的生活。如果意识或者叫做灵魂，又或者叫做火种不灭的话，他们就会被困在这段代码里面循环。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了，只是日复一日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和家人们一起生活，和朋友偶尔小聚。等一下，请等一下，这故事真是精彩极了。不过，我猛地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光芒。你想说什么呢？从你讲述的故事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 Aaron 是 AI 这件事不成立，反而是你是 AI 这件事更有可能。你的推理毫无逻辑可言哦。妻子笑了起来，轻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然后背着手歪着头看我，那模样就如同刚认识时那般可爱。我一时间有些恍惚。你瞧，我们都一起走过10年了，彼此的习惯都摸得一清二楚。你要是在说谎，手就会不自觉地背到背后呢。AI 怎么会说谎呢？妻子的神情仿佛在说，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啊？没错，初代的 AI 家用型机器人，其算法还不够完善，能分配给模拟神经元的情绪部分的算力资源也十分有限。而且很多用户都不喜欢带有负面情绪的 AI， 所以就只保留了正面、善意这些情绪的算法。就好比初代的绘图 AI， 尽管它一直在通过学习大量画师的作品来不断提升自己的绘图能力，已经能够画出超棒的画作了，但是在手部细节的处理上依然显得很不协调。有些画师甚至会让 AI 在绘图时把人物的手藏到背后，这样看起来人物更可爱，也能规避手部处理不好的问题，对吧 Aaron？ 这就是他的设计理念，所谓将看似糟糕的情况转化为神奇的效果。他可真是个商业奇才啊！你爸妈给他投了资之后，他的发展速度简直像火箭一样快。可是为什么是这样？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次不是为 Aaron 而流，而是为我自己。想起认识夏元的那年，我曾和 Aaron 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而如今想来，他的行动可真是迅速啊。可他为什么要以圆圆为蓝本呢？原本的圆圆到底去哪儿了？我泣不成声。妻子微笑着，不说话，只是用手轻轻地揉着我的头发，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场噩梦，而他正在把我从噩梦中拉出来，轻声地安慰着我。Aaron 曾经给过我一把钥匙，说如果遇到什么危机需要帮忙，就可以去那个地方找到他。我来到了 Aaron 在郊区的豪宅，那是一栋独立的别墅，环境十分幽静，几乎可以说是人迹罕至。说它是豪宅吧，还真有点讽刺，因为它位于一大片烂尾楼之中，不过这也让它更加隐秘了。看到门口的标牌，我就明白了，这家伙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知道，他就在里面。这个隐蔽的地点，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一直都在这里，因为标牌上写着今天的日期，还有一个格外夸张的 Welcome。葬礼不过是他的一个噱头罢了。Aaron 这家伙可真是个鬼才，他一定在筹划一场更大、更有话题性、更轰动的发布会，关于我是如何以假乱真的死去又复活的事情。以假乱真的 AI 正引领我们踏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想媒体的通稿大概都已经想好了，就是这种套路，怎么能吸引眼球就怎么来。我的朋友，你还是这么清醒，我还以为你会更晚才醒来呢。高大的 Aaron 起身欢迎我，他脸上的笑容依旧和从前一样。我做不了那种梦中梦，我会通过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进行推理，从而让自己醒来。比如我梦到了高端会所，我就会质疑我的月薪怎么可能消费得起这种场所，到底是谁在买单？这种质疑就会让我从梦中醒来。那样岂不是太无趣了？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体验呢。Aaron 起身给我端来一杯咖啡，今天的他让我觉得有些陌生。假的就是假的。我接过杯子，感受着杯体的温度。可沉醉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之中，本就是人类的天性啊，何必非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去追求所谓的真相呢？你不是很喜欢那句庄生晓梦迷蝴蝶吗？还专门写了个条幅送给我。Aaron 一边说着，一边架起了二郎腿。我这些年出国留学和创业做 AI， 你们几个都发生了什么？你比我清楚吧？相比于残酷的现实，如果能一直停留在虚拟的梦境之中，又有什么不好呢？我沉默了片刻，喝了几口咖啡。如果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算太理想，总有那么一些遗憾。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呢？小林一直都找不到女朋友，只能疯狂的在二次元世界里氪金，养着那些纸片人老婆。赵总是本地的有钱人，拥有好几套房产，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总说找不到真正的爱情，显得无比落寞。老崔沉迷于搞发明创作，可他搞出来的东西却被人剽窃，还被恶意注册了商标，整个人郁郁寡欢。至于我，虽然和夏元说好不生孩子就做丁克，但要说一点遗憾都没有，那肯定是假的。可梦总是要醒的，我反驳道。也有那种把梦当作现实，一直不愿醒来的办法，谁又能分得清呢？ Aaron 给我续了杯咖啡，他自己对咖啡豆很有研究，也难为他能在这片烂尾楼组成的别墅群中还保持着这样的生活品质，估计是有人定期给他送物资吧。所以
你当年把我妻子介绍给我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你们产品的测试阶段了吧？你是拿我来收集样本数据的，对不对？把我当做小白鼠。我扬起眉头，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我故意用这种态度来突破他的防线。我感觉他一定有事情瞒着我。Aaron 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我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堪吧？而且，你们不是很幸福吗？他不是很完美吗？我认识夏元的时候，他才22岁。我可以确定他一直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负面情绪，有爱有恨，活得潇洒自在。我不明白，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你用 AI 替换了我岳父母的女儿，我的妻子。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他们。你的岳父母也是我的天使轮投资人和最初的客户，他们要求我这么做的。这是我作为朋友能告诉你的全部了。Aaron 似乎不愿意再回忆起那些事情，低声说道：我的老婆叫夏元，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但她的家世却一点都不普通。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对她疼爱有加，夏家是一个大家族。夏元的父母在海外投资赚了不少钱，她中学就出国留学了。Aaron 是她在大学的校友，同系的学长，在留学生圈子里发现是同乡后，就经常一起聊天。我们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机场接 Aaron， 在他同行的校友中看到了一位个子娇小的女生，我给他们买了咖啡，她礼貌地向我道谢。这就是我们的初次见面。半年后的一次旅行中，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时候我常常在想，夏元为什么会看上我呢？他有着经济优渥的家庭，留学海外的经历，不俗的颜值，而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才华，那种彼此吸引的有趣灵魂，这些相比于几套房来说，实在是太不实在了。以他们家的家境，大概率是要找一个非富即贵、门当户对的女婿的，而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什么权势，年薪在夏叔叔看来也算不上什么。夏元说，最终让他下定决心要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那是我们认识4年后，他26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我光着脚抱着惊魂未定的他从酒店里冲了出来，广告牌在我的身后他街道在我的视角下裂开，我紧紧抱着他疯狂地奔跑着，直到跑到一个开阔的地方。我放下他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了。他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们都在，我们俩都安然无恙，朋友们也都没事。在国外的他的父母也都安好，但是他养的宠物狗却没能逃过一劫。那只狗有先天性疾病，当时狗贩子叫喊着没人要救，立马把它摔死。我们路过时无奈只能高价买下了它。地震时，那只狗狗在夏元的老家被掉落的花盆砸到了，我陪他回了老家，狗狗已经被埋在了他家的花园里。我看着他编了一个花环放在了墓地上，别太伤心了，生命的刻度本来就不一样长，早晚都要和他道别。所以在有限的相伴时光里，好好陪伴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以及一切事物就好。我轻声安慰他，死了之后是不是就什么都不会留下了？灵魂会消散，意味着归于虚无。他的声音悠悠的，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也有可能是一种新的开始，抛下肉体，灵魂去往另一个世界，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存在。我在他耳边轻轻说道，然后从背后紧紧抱住了他。我感觉到他在微微颤抖，他突然转过身紧紧抱住了我。我听到他坚定而饱含深情的话语，他的身体剧烈颤抖着说，我们结婚吧。我仿佛产生了幻觉，似乎还听到了他父母远远的一声叹息。也是从那之后，我感觉他就有些不一样了。之后不久，我们双方父母见了面，也就是在那年，夏元和我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这中间难道存在着什么空白的时间，隐藏着什么疑点吗？除了他返回国外完成学业的那个学期，我心中满是疑惑与不安，决定再度去找 Aaron， 想要问个清楚，那个夏元在国外求学的学期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是否他的父母因为不舍而让 Aaron 用夏元的资料设计了一个 AI 作为他们感情投射的替代品。出门时，我还是如常的给妻子一个拥抱和微笑。那天的问话，他似乎只当做了夫妻之间的一场玩笑。夏元依旧温柔地对我说，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晚上我给你煲汤。可关上门的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酸，大滴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这算什么呢？我们结婚10年，我却连对方是不是个真人都无法确定。这些看似真切的温柔，真的是一个 AI 给予我的吗？那真正的圆圆，它又究竟在哪里？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我在无中生有的胡思乱想吗？ Aaron 很快爆出一堆资料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他开始帮我详细查询关于夏元在国外求学最后那个学期的资料。不，那学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如果他出了事，我们留学生圈子里肯定会有所耳闻。我几乎每周都跟他以及他的朋友见面。要是他真出了事，就算我有所疏忽，他的闺蜜和室友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Aaron 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我的推断，而且他的父母家离他的学校只有11英里。但我记得他只有在生日的时候才回过家，还是他父母开车送他来学校的。Aaron 继续说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夏元真的没有出事。至于以他的资料为蓝本制作 AI， 确实是他父母提出的要求，可能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想弄个 AI 嫁给我，把宝贝女儿留在身边吧。怎么可能？那样我早就被夏元给杀掉了。Aaron 摇摇头，做了个被勒住脖子的鬼脸。我自嘲地笑了一下，也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夏元向来很有主见，性情率真，
而他的父母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就像他高价买了一只病歪歪的小川狗养在老家，还请了阿姨照料，他父母都没有反对。我们恋爱时，他带我回家，他父母也非常和蔼，那种和蔼中透露出的情绪，就是因为他喜欢，所以他们做父母的就选择成全。夏元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如果真有人谋划要调包，我相信他一定会提刀疤冒牌货和 Aaron 一起剁了，他绝对做得出。他父母给你投资是哪一年？我又喝了一口咖啡，味道很苦。Aaron 一直习惯喝黑咖啡。你们认识那年，也就是夏元22岁那年，我的商业计划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他们却很看好。给你资料制作模拟夏元行为的 AI 算法又是哪一年？我想想，你们结婚那年，也就是我们第一代产品的 beta 阶段，那时候还不完美，但一个 AI 的项目从原型到研发再到真正上线测试，4年时间其实已经非常快了。那么我们结婚那年，夏元都还好好的，他们为什么会？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这我就不清楚了。其实他们2位算是我的老板和客户，也是我的恩人，为客户守密是我的信条。我已经说的太多了，我的朋友，我很尊敬他们，也很尊重你。疑点越来越多，要是跟我结婚的夏元已经是个 AI， 那么真正的他到底去了哪里？我茫然的喃喃自语，随即对 Aaron 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参观一下你的最新产品，我知道你的实验室不会在产线厂房，说不定就在这别墅里面。Aaron 无奈地做了个表情，仿佛在说知我者非你莫属。走进实验室，并没有那种鬼气森森如劣质娃娃加工厂般的诡异，也没有酷炫硬和如赛博朋克般的风格。Aaron 的实验室很随意，半成品的模型设计却有着大理石雕塑的感觉，让我不禁想起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的人体雕塑。这是私人定制款，要求不锁定核心频率的。Aaron 自嘲地摇摇头，很完美不是吗？连毛孔、体温、呼吸都可以拟真，而且不再是预设性格模组。我来猜猜，一定有某个类似自毁或者紧急关机的装置，避免 AI 在负面情绪算法的影响下出现大的行为偏差。如果真的产生攻击行为，也会被马上制止。我随手拿起一张设计手稿，他的书桌一如既往的凌乱。保险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你一如既往的聪明，我的朋友，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能聊得来的原因。Aaron 打了个响指，我坐在椅子上慢慢往后倒，让自己沉入灯光照不到的阴影中，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Aaron 这句话似乎只是假面，他隐藏了太多秘密。看着他坐在椅子上依然挺拔自信，宛如一位王者的身姿，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我来大胆假设一下，你设定的开关是 AI 如果确认自己是 AI， 将会触发不可逆的自毁程序。Aaron 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站起身来，不，别说了，停下。一个自我认知是人的 AI 已经接受了这个预设身份，在人类社会中融洽地生存着。然而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认知和三观都崩塌了，他不过是一件产品，一个类似冰箱洗衣机的家电产品。Aaron 双手掩面，从指缝中发出低低的呻吟，别再说了，朋友，停下，算我求你。骄傲如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所爱、事业，他建立的一切，瞬间失去了意义。即使没有自毁程序，以一个人的心理而言，大概率会崩溃；以 AI 而言，大概率会关闭这方面的机能，比如停止信息摄入的传感器，停止模拟神经元的算法模组。用人来类比，就是变得孤僻、自闭。那天来聚会的不是你，是你的替代品，你的试验品。你故意用你不完美的早期设计 AI 下缘来给了试验品 Aaron 暗示，让他或者说他通过分析推理出自己是 AI 的事实。你更大胆地设计了自主的算法，虽然不是人类那种自主，也是 AI 在算法分析后选择的一个最优解的随机结果。他想不开了。Aaron 跪倒在地，发出一声低低的无意义的呻吟，那模样就像是孩子珍藏的秘密被父母粗暴地打开，并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充满了恐惧。实验很完美，但这算不算谋杀？你是不是有造物主看着自己作品丢骰子，那骰子的一切结果却已经被穷举，逃不出预设的愉悦感？我悲伤地说道。这些天来积压在心中的焦虑、抑郁、狂躁、悲伤、疑惑，此刻仿佛一股脑地宣泄了出来。不是那样的，不是，我的朋友，你相信我。Aaron 看着我，眼神空洞而悲伤。临走时，我听见依然跪倒在地的 Aaron 木然空洞的声音。我拨通了老崔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这家伙平日里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这次对于我的邀约却保持着积极的响应态度。而赵总和小林呢，似乎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抛诸脑后。我们在经常聚会的咖啡厅见了面，我迫不及待地把去见 Aaron 的事讲给他们听，重点阐述了我击穿 Aaron 防线的那些推理。很合理的推断，不过那个构思最早是我提出的。老崔苦笑了一下，神情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什么？我瞪大了眼睛。当 AI 明确判定自己为 AI 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人类的绝望、幻灭感，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意义，继而会关闭自身的传感器，锁死一些核心算法的频率，以此避免一些极端情况，比如暴走伤人或者过热超载暴击之类的。对人类或者说客户来说，这种非物理方式的自毁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老崔耐心地解释道。你的意思是
用电脑来类比的话，这种自毁就类似于宕机或者主动格式化。我惊讶的表情依旧未减。很形象的比喻。其实还有从成本方面考虑的因素。AI 的硬件远比软件昂贵，用电脑类比的话，出现软硬件不兼容导致死机的情况，正常人的思路通常不是直接丢掉电脑，而是重装个系统，系统升级很快，而硬件的使用寿命却可以很长。老崔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语气中透露出一丝落寞。这个设计的原型是我提出来的，我第一个想到的。这么说 Aaron 剽窃了你的成果，这不太可能吧？他一直在国外，跟你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啊。我皱起眉头，觉得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原本我以为自己已经快要接近真相了，可现在却仿佛又有一片迷雾开始在眼前弥漫开来。也不能说是剽窃，毕竟我那只是初步的想法，从 idea 到真正落地实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时的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去验证它，而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看， Aaron 对我的部分设计思路进行了修改，算法更加简洁，而且 AI 的行为也更加可控了。老崔缓缓说道。他回国后还约我聊过这件事，当时我有点生气，但听完他的算法构思和实现方式后，我又对他有了几分佩服。他不仅有想法，还有将想法落地实践的恒心和能力，这真的不容易。老崔点点头，似乎已经完全释怀了。实际上他也从未因为这件事而与 Aaron 翻脸，我们这些朋友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往事。但这绝不是借鉴的理由啊，告诉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诚恳地看着老崔的双眼，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答案。老崔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头苦笑了一下。我真的不想再提这件事了，你要是一定要知道，那就去找小林吧。不过我劝你还是就此罢手吧，难得糊涂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想想看，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已经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了。他的这句话听起来很像那天我追问妻子真相时，妻子问我是否准备好了接受后果时的那种意味。但是我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真的害怕妻子所说的那些后果，我担心如果揭露了真相，妻子真的会离我而去，又或者一切都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去。我想起我们经常一起聚会时玩的那个桌游，俗称小黑屋，几个人在一栋封闭的屋子里面冒险，打开地图会遇到各种事件，触发不同的预兆，大家一起尝试揭露出真相。我们都知道，在玩游戏的人中有某人是坏人，他会想方设法害死我们或者阻挠我们逃脱，但在真相没有揭晓之前，我们依然是伙伴，一起在黑暗中探险，抱团取暖，摸索前行，直到某个人揭露了真相，坏人才会浮出水面，好人和坏人也将分别拿到自己的剧本，真正的对决才会开始。我联系了小林，约他到我们几个经常聚会的那家咖啡馆见面。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让我去他家。要知道，小林几乎从来不会带朋友回家，他的家里摆放着很多玩偶娃娃，他不允许别人碰这些娃娃。我面对着热气氤氲的咖啡杯，让店员给我拿来了几张便笺纸和一支铅笔。我想要先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把近期的那些碎片拼图拼接起来，然后再去找小林。夏元，我最爱的人，居然是最早被我怀疑是 AI 的人。原因是婚后他的性情大变，几乎没有负面情绪，一直维持着近乎完美的状态。而且 Aaron 也承认，在他父母投资之后，曾经提出过制作以夏元为蓝本的 AI 的要求。我们结婚10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不过这最后一条理由或许不太适合作为怀疑的依据，因为我们本来就打算做丁克，所以对要孩子这件事一直比较随缘。我们双方也都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到底是谁的问题。夏元对于他是不是 AI 的问题回答的模棱两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反而用开玩笑的语气肯定了我自己是 AI 的猜测。他的故事更是离奇，他说我们都在火星基地，而我被袭击了。我大胆的假设，会不会从那场地震中，从酒店里爆出来的那个夏元其实已经没有了生命，而之后的这个夏元其实已经是一个 AI 了呢？从回忆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或许这可以作为一种推论。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出真正的渊源在哪里。小林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太情愿的神色，但也不好直接拒绝，只是提醒我房间里有他真爱的娃娃，让我不要乱动，看可以，但是绝对不能碰，摸一下都不行。小林严肃地说道。我发誓。我无奈地答应着，心里却有些疑惑，不就是几个娃娃吗？至于这么紧张吗？小林的房间很小，一个卧室，一个客厅，还有一厨房一卫生间，以及一个封闭起来的小阳台。小阳台上摆放着一个小型秋千，一个打扮的像是某个动漫人物的女孩子玩偶正坐在秋千上，仿佛在静静地享受着微风。这是小文，旁边的是小飞。小林语气温柔地介绍着，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哦，你们好。我尴尬地举起手，心中却有些发毛，这场景实在是有些诡异。这间卧室是我的，衣柜旁边的是大凤，飘窗坐着的是2C。小林继续带着我参观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嗨，大家好，今天天气挺冷的，大家注意保暖。我尴尬而不失礼貌地打着招呼。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闯入了别人私密世界的不速之客。参观完整个房间，我发现居然有6个娃娃。哎，你这可以开后宫团了，我开玩笑的说道，然后坐回了沙发上。请不要那样说，我对他们是纯爱，是柏拉图式的情感，请不要亵渎这种感情。小林悠悠的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悦。不知为何，我看着他的面孔，突然感觉有些模糊，仿佛他的面容在我眼中变得扭曲起来。我想用一下洗手间，可能喝了冰的，肚子不太舒服。我不好意思的说道。啊，卫生间的灯坏了，还没来得及修理，请小心一点。小林有些抱歉的说道。我摸黑走进洗手间，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试图照亮这个狭小的空间。就在这时，我突然在洗手台的镜子里面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似乎是一个娃娃，正站在卫生间的门后面。那身影让我不寒而栗，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家伙连卫生间都摆放娃娃，真是的，也不说一声，吓死我了。我一边抱怨着，一边打开手电筒，明亮的光线瞬间照亮了镜子。然而镜子中出现的一幕却让我惊呆了。一个满身裂纹，似乎是缝合起来的娃娃，直愣愣地看着镜子，只有面部完好，他的脸，他的发型竟然与夏元极其相似。我忽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紧接着便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醒来，听到小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别装了，你就喝了一口，早该醒了，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流氓，是吧？我假装还没清醒过来，垂着头，微微张开眼帘，快速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和可利用的东西。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被装在一个奇怪的巨大玩偶里面，双手被厚重的棉套束缚着，大概是为了不让皮肤上留下捆绑的痕迹。这家伙的心思还真是细密，头部没有戴上玩偶的头套，嘴里也没有塞东西，我大概猜到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了。这是36层的楼顶，我不知道小林用了什么方法把我弄上了楼顶，并且装进了这个玩偶服里面，玩偶被固定在护栏上。别装了，哥，咱俩唠唠。小林走过来，把一根点燃的香烟戳在我额头上，那灼热的痛感让我忍不住失声大叫。啊！我痛得叫出声来，眼中满是愤怒。嘘嘘，别叫，你看，虽然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听见。小林痴痴地笑着，苍白的脸上浮现出病态的潮红。王八蛋，我们对你不错吧？我没招你惹你吧？我愤怒地骂道，同时拼命挣扎着，希望能够引起邻居或者物业的注意。闹吧，继续闹，你看有没有人管你？小林笑眯眯地继续抽着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抽烟，他的表情让我感到无比厌恶。至于说不是人，其实不是人的是你啊，当然夏元也不是人。小林的话让我更加愤怒，我感觉自己的理智快要被他彻底摧毁了。混账玩意儿！我破口大骂，疯狂地摇晃着身体，护栏被我狂暴地拉扯着，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别激动，别激动，我没有骂人，我是说你们不是真的人，不是碳基生命的意思。小林似乎有些害怕了，他双手乱摇，香烟掉到了地上。占据了主动的我趁机咄咄逼人，我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一定要抓住主动权，并且吸引他的注意。小林没有注意到，他掉下的香烟弹了一下，带起几粒火星后滚到了一边，而那里有一小堆枯枝败叶和杂乱堆积的垃圾，估计是保洁偷懒，楼顶有一段时间没清理打扫了。如果我能拖住时间，让烟头引发一场小型火灾，应该能引起不小的动静，起码黑烟周围都能看到。禽兽、如色、死变态、傻叉！我扯着嗓子大声吼着，试图激怒他，让他失去冷静。小林有些无语，大概他平时看到的我都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样子，与现在这个愤怒的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很快把玩偶的头套扣在我头上，用力按住了我的头。别闹，别闹，你就是个 AI， 没有人会管你死活，我才是真人。小林得意地笑着，仿佛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我则在他的压制下拼命挣扎着。小林见我不再挣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又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我失望地发现，他起初那根滚到垃圾堆里的烟头似乎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引发火灾，连一丝青烟都没有冒出来。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从他刚才的讲述中，我试图寻找线索，想要找到能够攻击他最脆弱之处的点，从而引发他情绪的崩溃，然后伺机逃脱。我心中满是对夏元的悲哀，他好心帮忙，却成了别人记恨他的理由。对啊，你的娃娃已经修复了，头部也是以前的，你为什么要换成夏元的样子？我疑惑地问道。这部分的事情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完全不知道他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这就要从你的死开始讲起了。小林露出一个近乎狰狞的笑容，那笑容中透露出一种恶意。我的什么？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你的死。小林一字一顿地从牙缝中挤出这几个字，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别开玩笑了，我还能像 Aaron 一样搞出个分身 AI 呢。你别笑，你好好回忆一下，那年地震的时候，你抱着夏元从酒店冲出来，一直不停地跑啊跑，直到你觉得安全了，才把夏元放下来。对，我是记得。我皱起眉头，心中有些疑惑。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死了，死因是在护着夏元奔跑的过程中，你其实已经被掉落的东西砸中了头部，一直在流血。小林得意地说道。哦，你居然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清楚。我讥讽地笑了笑。哈，这都是夏元告诉我们的，在你的葬礼上。小林笑得更加得意了。还有葬礼，排场大不大？你们几个随礼了吗？混蛋！我反唇相讥，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你别笑，你记忆中还有葬礼，只不过那是被修改过的。Aaron 说过，他把葬礼修改成了你和夏元一起哀悼他不幸在地震中死去的狗狗，然后夏元主动要求和你结婚。小林的笑容渐渐凝固，眼中却依然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我的笑容也在那一刻凝固了，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你就出了夏元，然后你自己却死掉了。夏元痛不欲生，他的父母为了安慰他，请求 Aaron 制作了你的 AAI， 同一批次也制作了夏元的 AAI。他的父母一直反对你们在一起，他们的计划是逐渐让 AAI 夏元陪伴你这个 AI， 而真正的女儿则被带走，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完美。我不过是顺便请 Aaron 给了我一个实验中失败的样品而已。小林冷笑着说道。看你当个宝贝的圆圆姐也是个假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呢？他得意地指点着我。你们都在背后嘲笑我，对不对？你、老崔、赵总、Aaron 都在嘲笑我，你们都看不起我，自以为是的精英，我在你们眼中就是个 loser， 对不对？我沉默了，心中思绪万千。我不是没想过我自己是 AI 这个可能，否则也不会去问夏元。但是我和夏元在花园里狗狗墓地哀悼的事情，应该只有我们俩清楚才对。夏元不是那种会把事情随便往外说的女孩子，连她的闺蜜都不会说，更别说告诉我的朋友们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疑点。如果夏元为了制造我的 AI 而告诉了 Aaron， 那也有可能。但 Aaron 跟小林的交易仅限于原型阶段，之后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接触。Aaron 不太可能把这个细节告知小林等人，他是个非常守信的人，这毕竟涉及到客户的商业机密。小林见我脸色凝重，不由得开心地笑了起来。快宕机了吧，你个死 AI， 赶紧自己跳下去，省得我还要费力把你丢下去。我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我一动不动地凝固在了那里，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心中充满了困惑和迷茫。小林认为我是 AI， 并且已经崩溃了，这也很正常，毕竟聚会当晚 Aaron 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我开始认真思考我是不是 AI 这件事，不管这是不是小林设下的圈套。如果我真的是 AI， 那我这10年的生活可真是过得潇洒呀。那圆圆的爸妈一定花了不少钱来定制我吧，我的负面情绪可不少呢，我的坏毛病也一大堆，得消耗不少算力来模拟吧。不对啊，以夏元的性格，别的还好说，贪杯好色这种事情他也会给我留着吗？婚后有1年，我跟赵总一起做了个项目，客户非常高兴，非拉我们去商务 KTV 唱歌。我当时喝得断片了，酒精加上那种氛围，人就有点飘了，到底干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肯定是有摸人的行为。赵总还说那叫逢场作戏。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夏元，要是让他知道了，不管我是真人还是 AI， 下场都只有死路一条。那个在商 K 里放浪形骸的我，真的是 AI 吗？我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容在脸上蔓延，显得极为诡异。小林见状，惊恐地倒退了几步，眼中满是慌乱。我明白了，你暗恋夏元。我决定用这诛心之论来试探他。你说什么？你无耻你！下流！你怎么能这么说？凭空污人清白！小林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仿佛我冤枉了他杀了自己的生父一般。他愤怒地咆哮着：呸！说什么喜欢纯爱，柏拉图只爱你的娃娃伴侣，还不是一边忽悠着他们，一边暗恋着别人老婆？装什么呢？真恶心！我摇摇头，一脸的嫌弃。你才无耻！赵总还带你去 KTV 玩，你还是有妇之夫，真不要脸！小林被我激怒，开始跟我对骂起来，他的情绪变得极为激动，开始跳脚。是啊，我们去玩了就不带你，很失望是吧？你不是有你的后宫吗？我心中暗自惊讶，没想到赵总居然口风不严，将我们的事情透露了出去。但我决定继续攻心，于是继续嘲讽他。那不是后宫，没有你想的那么污浊，没你那么不堪，那是纯爱。小林真的急了，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是啊，纯爱，幻想拥有别人老婆的纯爱是吧？真纯洁啊！我继续恶意的冷笑着。你说什么？小林的脸色瞬间变得灰白，如同被人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他眼中的光芒逐渐消退，只剩下茫然和困惑。我说，你那个所谓 Aaron 给你的实验室失败样品，是你偷的吧？小偷！当年也是你偷的老崔的设计图给 Aaron， 他俩都有技术，也有气度，说开了冰释前嫌了。你呢？阴沟中的耗子！我毫不留情地继续攻击他。看着他被刺激的反应，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毕竟他设下圈套，想要害我，我没有理由对他仁慈。圆圆，你当年怜悯他，帮他垫付了半年房租，还一直把他当作朋友，可他却用你的形象做成玩偶。这种扭曲的人格实在令人发指。背叛朋友，背叛你自己的灵魂伴侣，那些娃娃，背叛夏元对你的信任，还设计想杀我，没用的。夏元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货色？我决定继续发起进攻，因为我还被困在束缚中，需要找到突破口。真可怜。
哪怕我是 AI， 就算夏元也是，起码我们也还是在一起。你呢？别说真人夏元让你不敢高攀，连 AI 你都高攀不起，你就算是 AI 都是个次品，他根本看不上你。我恶意的冷笑着，看着他逐渐陷入自我矛盾的混乱中，心中涌起一丝快意。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通往楼顶天台的门被猛地撞开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我听到一个女子尖锐的呼喊声，那是夏元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只见小林忽然翻过了护栏，纵身一跃，仿佛一只绝望的鸟，瞬间消失在我的眼前。片刻之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紧接着是一片尖叫声。夏元冲了过来，他的动作迅速而有力，迅速将我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一把紧紧地抱住了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瞬间化作泪水。我开始嚎啕大哭起来，他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管你是真人还是 AI， 我都爱你。我脑海中只有这一句话，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他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回家吧，你看你今天说要回家吃饭，我还炖了排骨呢。我这才意识到，夏元之所以会出来找我，是因为以往不管回不回家吃饭，我都会给他发个消息。而今天我急于找小林调查老崔提到的事情，竟然忘记跟他说了。早上出门时，我还跟他说过要回家吃饭，他一直等到饭点都过了，打我的电话也没人接，这才急了。Aaron 的电话也打不通，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赵总在夜场玩，连忙说没带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老崔推测我去找小林了，便把地址给了他。夏元来到小林家，却不见人影。他看到地上有胶带之类的杂物通向楼顶，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来到楼顶，一扇木门紧闭着，他侧耳倾听，仿佛能听到隐隐约约像是我的声音。他心急如焚，从楼道里拿了一个灭火器，开始砸门。当他冲出来的时候，小林正处于混沌的状态。看到他的那一刻，仿佛成了他精神轰然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又哭又笑，相拥了很久，彼此诉说着心中的思念和担忧，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直到眼泪流干，我们相互支撑着站起身来，准备一起回家。下楼的过程中，并没有预想中的警车和警灯，警戒线也还没有拉起，但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场景：小林的身体不见了。嗨，又不是真人，就当高空抛物事故处理了。一个看热闹的大叔说道：刚才被那啥公司回收回去了，他们造的啥玩意？一个女人愤怒地说道：都怪这些乱造 AI 的公司，连带往高处蹦的功能都造出来了，我家电饭锅它就不往高处蹦。大叔很赞同女人的话。我和夏元面面相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忽然想到了 Aaron，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又哭又笑，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约约，我真的在地震的时候就死了吗？还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死了？在车上，我不甘心地问道。我真是个真相偏执狂，尽管我真的不在意我的圆圆是不是 AI 了，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就感到满足。在我陷入危险的时候，她没有冷漠地待在家中无动于衷，而是努力跑来救我，就像我在地震时抱着她跑出来一样。肯定没有啦，你当时疲倦又紧张，狂奔之后就昏倒了，我拼命喊人来救你，幸好不久就有附近的武警过来救援，把我们送到了医院。她温柔地说道。我也记得是这样，朋友们和你爸妈都来了，但是记忆有时候是会骗人的。Aaron 也说制造了你的 AI， 我已经不在意了，不管你是不是 AI， 我都不再追查了，我真的爱你。我诚恳地说道。的确是有我的 AI 被制造出来了，我父母投资的，抱歉没告诉你。夏元淡淡地说道。对我的惊讶微微一笑，不，你不用告诉我，都没关系。经历了今天，我想只要有你陪伴就够了，不管你是不是 AI。 我打断了他的话，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心中充满了坚定。我大一那年就参加了一个火星探险计划的报名海选，真的特别幸运，我选上了。夏元一边开着车一边缓缓说道。街灯的光芒一盏盏地投射在驾驶座上，他的脸庞在阴影与明亮之间交替变换。那个计划其实是火星殖民计划的先行测试实验，第一批实验者只是要前往月球，没错，其中就有我。夏元的兴致颇高，仿佛这些埋藏在心底许久的秘密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他毫不保留地将一切和盘托出。实验进行得非常成功，那时候我们有机会从太空中俯瞰地球，那一刻我真的特别想你。他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但因为保密协议，我不能告诉你这些。随着实验的进一步开展，我才慢慢得知，火星殖民计划其实已经默默地开展了很多年。这个计划的发起人坚信地球大概率会爆发核战争，为了保留文明的火种，火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实验基地雏形。我父母当时非常担心，他们知道我从小就怀揣着做宇航员，向往星辰大海的梦想，可是他们又不想在余生中失去我的陪伴，于是他们委托了 Aaron， 提供了我的很多资料让 AI 开始学习。夏元叹了口气，神情中透露出一丝无奈。我明白了，他们是想让 AI 替代你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微微点头，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的，这也是火星计划所认可的， AI 在耐受性和情绪稳定性方面都比人类要强，而且不会占用冬眠舱，消耗也比人类少。不过 AI 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必须定期进行维护。在处理复杂的科研实验时，
还不能完全依赖它。夏元解释道：“我坚决不同意让 AI 代替我，因为如果我的名额被 AI 占据，那么作为人类的我就会被取消资格。为此，我和父母产生了很多次激烈的争吵，直到一个意外发生了。”夏元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悲伤。“是那次地震吗？”我轻声问道，心中隐隐有些担忧。“是的，那次地震中苗苗死了，我们一起去花园里她的墓地上哀悼。当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太空中俯瞰地球，思念你的那种心情，那种孤独感真的很难形容。”夏元的眼中闪烁着泪花。星辰大海的征途和陪伴亲爱之人的日常，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对不起，亲爱的。”我低声说道，眼泪不由自主地盈满了眼眶。“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夏元喃喃自语，眼中满是愧疚。“你怎么了？”夏元微微蹙起眉头，疑惑地看着我。此时车已经开到了小区地下车库的门口。我不想让你厌恶我，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圆圆，我爱你。”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心中的情感如潮水般奔涌而出。“你怎么了？”夏元更加疑惑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试图探知我的状况。我必须坦白，赵总他……我正欲说出心中的疑惑，却被一声巨响打断了。夏元尖叫起来，我们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去。只见一具躯体倒下了，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人从地下停车场的入口飞奔而出，接着似乎是一声枪响，他前扑着，正好趴在了我们的引擎盖上。那是谁？那个面孔，那掉落的眼镜，那扭曲的面容，竟然是老崔！他在说什么？我正要打开车门，忽然读懂了老崔的口型：“快跑！”他无力地滑了下去。我们惊骇不已，竟然忘记了倒车。就在此时，又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地下车库的门口，手上居然端着一把猎枪。我简直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那是我们熟悉的朋友，那个一直以来存在感很弱、人畜无害、只喜欢不停地换女票的赵总，此刻却如同一个冷酷的终结者般站在那里。这个世界仿佛在瞬间变得疯狂起来，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夏元忽然抬起头望向天空，我们的车是全景天窗，夜空一览无余。我下意识地跟着他的目光看去，以为赵总已经爬到了车上，正俯瞰着我们，但实际上并没有。我松了一口气，夏元也迅速调整回了视线。车子拐上了城南大道，我们一路疾驰，仿佛身后有无数的恶魔在追赶。我们一口气狂奔了10几公里，终于到达了另一处住所。那是一个老小区，是夏元父母在他中学时购买的学区房，后来因为房价下跌，一直没有出手。没想到今天却成了我们的安全屋。这个地方只有我和夏元知道，朋友们都不知道，除了 Aaron。我们2个人合力将书柜都移过来，堵住了门，仿佛这样就能阻挡住外面的世界。赵总的笑容注定会成为今晚的噩梦，永远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夏元忽然抓住了我的手。我刚才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夏元的声音有些颤抖。“啊，就是我们逃出小区，你仰头看天空的时候吗？”我紧张地问道。“是的，很诡异的声音，很近又好像很远。”夏元皱着眉头，努力回忆着那个声音的模样。“是什么？说了什么？”我给他递了一杯水，这里每周都有阿姨过来打扫，所以还算干净。不太清楚，可能是我的幻听吧，就像是球场上进球了，欢呼夹杂着口哨的那种杂音。夏元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可能是你太紧张了，别想了，来，我扶你去卧室吧。”我低声说道，心中却依然觉得莫名的诡异。“抱我去，好吗？”夏元仰望着我的脸，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心中流过一阵暖流，仿佛又回到了地震那天。我毫不犹豫地抱起了他，就像当初那样。夏元很快便睡着了，他劳累惊吓了一整晚，此刻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我轻轻关上门，拿起一根棒球棍，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心中充满了不安。我要守夜，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了。我看了一眼夏元的卧室，赶紧接起来。“斌哥，你们2口子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跑啊？”电话那头传来赵总的声音，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戏谑。“我去！”我猛地压低声音，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喷发。这家伙居然还在装作无辜的样子，实在是让我怒不可遏。你特么的拿着枪干掉了老崔，你还问我们为什么跑？我压抑着嗓音，愤怒的怒斥道，眼中闪烁着怒火。你听我说，那不是老崔，那是个 AI， 他在车库里设下埋伏，想要袭击你们。赵总深吸一口气，试图让我冷静下来。证据呢？我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心中充满了怀疑。听我说，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信，但希望你能用心分析一下。赵总郑重地说道。他开始讲述今天的经历，说他临时路过我们家，本想找我们聊聊天，却发现家里没人。于是他回到地下停车场，正好看到老崔在我们的车库附近徘徊。他向老崔打招呼，可老崔却像陌生人一样不理不睬，这让他感到十分奇怪。他想要靠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没想到老崔忽然从衣服里掏出一把猎枪。他吓得连忙转身躲到了车后，一颗心砰砰直跳，完全不知道老崔为什么会突然袭击他。但他身手还算敏捷，老崔转过来寻找他的时候，他抱起夺枪，在格斗过程中枪响了，老崔被震倒在地。
于是他抢到了枪，正准备询问老崔的情况，可老崔却转身逃跑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亲眼所见，老崔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结果他一不小心失手开枪射中了老崔，现场一滴血都没有，警察已经把枪带走了。我现在做完笔录已经回家了，不信你可以视频验证。赵总显得很是怨念，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他是杀人犯。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 AI 被算作智能电器的商品类，就像洗衣机、电冰箱一样，人类杀了 AI 并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似乎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老崔有什么动机要攻击我们？我依然表示怀疑，心中的疑惑难以消散。这你就得好好分析一下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跟你走得很近，你们不是一直在调查谁是 AI 吗？哎，没想到真的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带有攻击性的 AI。 赵总无奈地说道。即使在这个时代，机器人的3定律依然被 AI 设计师们所认同，起码不伤害人类这条是毋庸置疑的。我沉吟着说道，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种可怕的可能性。那头的赵总似乎也想到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同时陷入了沉默。那种可能性如同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心头。 We are all AI， 我们都是 AI。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似乎都能说得通了。我开始尝试着进行假设和梳理，如果 AI 发现自己是 AI 就会自毁，而我们都有可能是 AI。 假设这2条都成立，如果老崔是幕后主谋的话， Aaron 最早给我们提出了预警，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随后他的 AI 体自毁。老崔建议我去测试下元的棋力，暗示我下元是 AI， 还配合我一起调查 Aaron， 并且提供了小林的线索。 Aaron 的自毁可能触发了预设的紧急备份， AI 自毁程序执行进程被升级进程所取代， Aaron 2.0 启动成功。但在我提出了 AI 自毁的机制后， Aaron 2.0 也意识到了自己是 AI， 进入了自毁环节。不过我当时没有留下来确认，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其他后手。老崔在配合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明确指向了小林偷了资料给 Aaron 的事件。他算准了我会去找小林，我前往小林家，几乎被小林置于死地，差一点就被他抛下楼去。幸亏我利用小林隐藏极深的矛盾情感，将他逼入了极端情绪模式。在他高速运作的状态下，他看到了当下最不愿意看到的下元出现，从而崩溃，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如果老崔提前计算过每一种可能性，他就会知道我去找小林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除掉一个，不管谁赢，他再做掉另一个。他分析的结果是我会胜出，所以他直接蹲守在我们的地下车库，准备等我回来。如果他得手，那么我和夏元都会死去，只剩下他自己。没想到赵总突然到访，打乱了他的计划。老崔的战斗力不如赵总，最终被反杀。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都能说得通，但依然存在着疑点。老崔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快跑，为什么？就算我们都是 AI， 就不能和平相处吗？不能假装自己都是人，好好的过日子吗？为什么非得要相互杀戮？这又不是什么大逃杀或者幸存者游戏。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心中充满了恐惧。如果我们真的都是 AI， 那么制造我们的人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相互揭露真相，相互杀戮？如果是这样，生命该是多么的讽刺啊！我站起身来，却感觉身体摇摇欲坠，头痛欲裂，仿佛整个身体都要裂开了一样。电话啪嗒一声掉到了地上，我木然地捡起电话，通话还没有断掉。喂，赵总。我声音嘶哑，心中充满了疲惫和绝望。我听到一声低低的叹息，仿佛是从深渊中传来的声音。怪不得我说找不到真爱，换了这么多女朋友，原来我自己是 AI。 哈哈，赵总的笑声中充满了癫狂和绝望。我明白了， Aaron 说我们只是一些命令行，毫无意义。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仿佛要被黑暗吞噬。赵总，老赵，别，你别。我无声地哭泣着，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我听到那头啪嗒一声，信号断了，仿佛我们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一样。我无力地跪在地，感觉自己的世界已经崩塌，每个朋友都可能离我而去，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感觉胸口仿佛被撕裂了一样，头很沉，仿佛要坠落到无底的深渊中。我摇摇欲坠，就在我倒向地面的时候，忽然想起夏元还在睡觉。我刚才的情绪失控，会不会吵醒他？如果他醒来看不到我，会不会感到害怕？我吃力地撑起身体，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麻木，仿佛失去了知觉。我费力地挪动着双手，向着夏元卧室的门口爬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让他安心。我捏起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夏元披着毯子站在我面前，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愕和悲伤。他俯身扶起我，关切地问道：“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摇摇头，把刚才和赵总的通话告诉了他。老赵，可能没了。闭上眼睛，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就这样死在爱人的怀里，也许也是一种解脱吧。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睡吧。我听到他温柔的声音，仿佛天使的歌声，包裹着我，让我感到一丝温暖。我沉沉睡去，仿佛进入了一个没有烦恼和痛苦的世界。在那火星殖民地，这座幻视之城里，第518次文艺沙龙与总督府盛大举行，全息影像投射出的精彩表演已渐近尾声。只见一名男子蜷缩在女子的膝上，沉沉睡去，
而那女子则温柔地唱着歌，从她背后缓缓伸展出一对巨大的天使翅膀，将男子紧紧包裹其中。人性的暗面着实美妙啊！此次经历实乃不虚，这定是个值得铭记的浪漫夜晚。观众们纷纷鼓掌称赞，甚至有人吹起了响亮的口哨。高居上位的一位男士高高举起双手，示意众人安静。瞬间，大厅内鸦雀无声。夏元女士，您的剧本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让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在这漫漫长夜中免去了许多思乡之苦。您的表演一如既往的令我们如痴如醉，多谢总督。在大厅的角落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女子。您可以提出想要的奖励。总督皱起眉头，伸出手晃了晃食指。女士，我们的能源十分宝贵。您的几位朋友，说实在话，那些个体如今已不具备实际价值。我认为您应该考虑申请更好的。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能量进行日复一日的娱乐。夏元微微一笑，大厅内顿时响起一阵惊呼。敢于如此对总督说话的人着实不多。女士，请你的言辞，触怒我的后果会很严重。哦，是将我丢进太空呢，还是直接剥离我的大脑制成 AI 呢？夏元依旧面带微笑。你不就是个 AI 吗？从你参与火星殖民计划开始，一直是以 AI 的身份入列的。总督略带奇怪地提醒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我对家人和丈夫撒了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留下了 AI 陪伴他们，而我自己则追寻着理想，奔赴了那浩瀚的星辰大海。Aaron 的技术足够骗过你们，他是个天才。夏元眼中闪过一丝伤感，没想到我的丈夫和朋友们也参加了殖民计划。就在那青铜时代号上，低声的惊呼再次响起。这戏剧性的变化简直比刚看过的全息电影还要精彩。原来是总督下令袭击了青铜时代号，抢夺了物资，并关闭了冬眠舱，作为人性化的终结。冬眠舱被输入了一段特殊代码，在个体死亡之前，意识将在这段代码赋予的世界中不断循环，而他们却全然不知灾难已然降临。但实际上，后续的船队很快就抵达了。总督称这只是一个失误，是在应急情况下做出的正确决策。青铜时代号随即被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就如同他那古朴的名字一般。然而，有人暗中保护下了几个冬眠舱，用自己的能量配额继续供给他们，并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总督一直想要彻底抹杀掉这些个体的存在，仿佛他们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但总是有人挫败了他的阴谋。总督此刻有些茫然，忽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真是个不错的创意，感谢您为我们增添了这精彩的一幕。我们伟大的编剧夏元女士，现在请你下去休息吧，奖赏将会随后送到您的住所。毕竟在现实中，我才是主角。周围的人纷纷附和，掌声热烈而持久。您是说我的囚笼吧？我已经为你们工作了多少个火星时了？为了满足你们那畸形变态的审美，我设计出一次又一次 AI 的屠杀。你们的口味不断变化，要求不再是血肉横飞，而是要有脑洞，要有反转，要让人猜不到编剧的意图，要展现出人性的阴暗面。夏元的话语再次让大厅陷入死寂。我熬了这么久，你以为我在期待什么？您那残羹冷炙一般的奖励吗，主角先生？总督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挥了挥手，2名 AI 士兵端着光线枪走上前来。杀了他，将他丢进回收池，不，就让他活着丢进去吧。如他所说，他可是个活体人类。总督舔了舔嘴唇，下令道：如您所愿。士兵们上前向夏元敬了个礼，然后反手用枪托狠狠地击打在总督的头上。总督像个面口饭一样倒在了地上，惊呼声四起，但很快就被众人按在了喉咙里，因为一队武装士兵已经迅速控制了整个大厅。这是一场早已谋划好的行动。我要什么奖励，我自己去拿，我才是真正的主角。这个星球现在由我们接管了。夏元轻轻说道，目光坚定地看着士兵们控制了局面，将总督势力的人一一带走。这电影真好看，下次一定要写一个关于青铜时代的剧本。一名士兵取下了面罩，那自然是由我亲爱的老公来执笔了。这些事情不一直都是你在帮忙处理吗？夏元笑着拍了拍他的脸颊。喂，你们两口子别在这秀恩爱了好吗？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妹纸少得可怜，而且连个像样的夜总会都没有，我真搞不懂。当时我怎么脑子一热就上了你们的贼船？另一名士兵抬起面罩，大声嚷嚷道：得了吧，赵总，地球现在还处于核冬天呢，等冬夜过去再回去找你的那些妹纸们吧。有人反唇相讥，竟是老崔，他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我对这里倒是挺满意的，这里有好多 AI 妹纸呢，跟他们聊天可开心了，而且他们也很喜欢我的娃娃们。我说斌哥，圆圆姐，下次能不能别把我写成变态啊？小林喊道。他正在忙碌的对接系统，旁边一名 AI 士兵在协助他重置通讯系统。我靠，你戏份那么多还不知足啊？我出来就领了个便当。一名正在搜查文件柜的士兵不满地抗议道。哈哈哈哈哈 Aaron 可真是惨啊， We are all AI 那行字真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Aaron 立刻成为了众人调侃的对象。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我和夏元静静地坐在这空旷的大厅里，四目相对。当时留下代替我陪伴你的那个 AI， 他还好吗？夏元眼中闪烁着期待，又带着些许担忧。当然，他就像是个守护天使。我眼中满是柔情地回答道：哦，那他现在身在何处呢？夏元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受伤和醋意。第一波袭击开始的时候，他为了保护我的冬眠舱，被那些袭来的士兵击倒了。其实当时我并不在冬眠舱里，而是在 Aaron 的实验室里。我亲眼看着他艰难地爬向那群士兵，然后开启了自毁装置。那是 5.0 版本的爆炸性自毁装置。我的声音渐渐哽咽，眼泪再也无法抑制地流淌下来。夏元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我，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水也滴落在我的肩头。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天使。